Hello，大家好，我是 Byron。你是不是在做正事以前，总是很想要好好的整理环境、做家事呢？你需要了解这条帕金森定律。英国学者帕金森说，在工作能够完成的时限内，工作量会一直增加，直到所有的可用时间都被填充为止。比方说，我们有个1个月内要完成的案子，本来时间都很够用，那目标也很简单，但是随着日程逐渐的推进，我们开始会增加很多的审查项目、检核目标、标准流程、新的 KPI、新的会议、新的主题、新的检讨，看起来有用，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杂事越来越多。本来我们可以很轻松愉快的朝目标前进，最后呢，就会被这些没有什么用的琐事榨干每分空间。后来帕金森将观察到的现象发展成帕金森定律，又叫做白金森定律。它的内容主要是说，在预算之内，支出的需求会一直增加，直到所有资源被用完为止。从字面上的意义我们看得出来，它的意思就是当你还有余裕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些余裕跟空间给用掉，把它用完，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有没有意义。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坐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或者是念一个学科，但是我们在比方说我们定晚上7点要开始念书好了，在7点以前你就会极尽所能的做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直到7点到了，或甚至超过7点，你才愿意坐下来把书本翻开。但是不是有进展又是另外一回事哦。后来帕金森定律又被发展成帕金森琐碎定律，又叫做帕金森凡俗法则，又叫做芝麻绿豆定律或鸡毛蒜皮定律，用来说明这个大型组织会花费大量时间讨论无关紧要的事，但重大决议反而能够轻松过关的现象。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呢？各位在组织里面的朋友，会造成这个现象是因为人们对重大的决策往往缺乏专业而全面的理解。这会造成什么现象呢？为了避免自己失误，为了避免自己丢脸，在重大决议上我们会选择保持沉默，而在细碎的小事上，因为我们通常对小事情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所以很踊跃地发表意见，以显示说我的价值还在。这样的心理造成事情重要性跟讨论时间呈现负相关，当事情越重要越需要专业知识的时候，讨论的时间反而越短。一个真正重要的议题反而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发表自己的意见，草草否决或草草通过，这种事情很常见。反倒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会被拿出来吵翻天，最后呢，大家都抓不到重点。可是很多的人就是喜欢这种吵架的感觉，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大家吵得越凶，感觉越有参与感。像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只有表现在时间，比方说你好不容易把一个案子给生出来了，架构都弄完整了，然后往上送，结果呢，对方就叼着你一些错字、标点符号、格式大小，一些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去精雕细琢。但是呢，对于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的案子中间的核心概念、你的架构还有你的方向，闭口不谈。这种事情我相信大家在职场上多多少少都有碰到过，甚至你在学校玩社团的时候，或许就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面卡最久的时间跟心力。那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衍生的芝麻绿豆定律，都表示在期限以前，人会用光所有的空间做无意义的琐事，拖延到最后一刻才着手进行真正重要的任务。就算只有1个人也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我们刚刚有提过例子，在我们等一下计划要学习之前，我们就是会一直拖延嘛。不要跟我说你不拖延哦。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个芝麻绿豆定律、帕金森定律呢？首先，我们将期限设定的近一点，让自己一开始就必须正对时间压力，来不及把事情变得复杂。没错，只要我们有时间，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了。然后严格遵守自己的计划，每天设定当日的合理目标，随时要意识到自己是不是正在进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呢，发现自己正在清理讯息邮件正在整理环境之类的，平常不会做也没有必要现在做的琐事，或其他明显对达成当日目标没有帮助的事，那很可能我们正在印证帕金森的发现，
假使我们现在因为体力因素、精神因素没有办法去维持我们的产能，那么干脆你就全心全意的休息一下，然后再回到任务里，这样可能还好一点。至少你可以休息，你可以充电，用更好的状态继续回到任务。大多数人都会陷入看起来很忙，但做的事情大多是浪费生命、毫无意义的处境，又没有感觉到自己现在正在这个自动导航。好在只要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我们就能够改变它。现在你已经知道这条定律，你已经能够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的警示系统有完善一点了。那么未来我们就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浪费在奇怪的事情上面，用更多的时间做更多有价值的事。那这期分享到这边，我是 Byron， 记得3连订阅留言，我们下一次再见喽。